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巴特菲斯，我是小阮。我们这次来讲透视，不是这种透视。透视是绘画的基础，也是学习绘画的重要观念。因此，这边会准备一系列的影片，分享从最基础到进阶的透视技法应用。相信说到透视，大家比较熟悉的名词是2点透视和3点透视。但在进入到实际操作之前，我们先来了解透视的概论。透视不是某种特定的技法或方法，而是诠释空间的概论。在人类开始尝试将这世界的一景一物透过视觉的方式重现，也一直在尝试不同的表达空间的方式。其中一个我认为非常有趣的是空气透视。简单而言，就是模仿山岚的情景。山岚是因为山谷间空气湿度比较高，而产生空气能见度的差异，所以形成一层一层的视觉景象，因此造成了空间的效果。而在绘画上的应用，则是中国水墨画中的山水最经典。另外，在摄影中，我们也可以透过景深的调控来创造不同空间的视觉观感。回到绘画中的透视，我们常见的有平行投影、单点透视、2点透视以及3点透视。平行投影常用于机械图，因为即便是立体图，平行投影图还是具有尺寸的功能，所以可以直接在图面上进行丈量，得知实际物件的大小。但是单点以及多点透视就不一样，因为同等实际的距离，在透视空间中会因为与消失点的距离而改变，因此无法有绝对的尺寸。比如一个单一的长度，越靠近地平线就越短，越靠近观看者就越长。所以在这样的条件之下呢，尺寸是相对的，而不是绝对的。也就因为如此，掌握透视应用最重要的不是尺寸，而是比例。但在这个主题上呢，我会之后再透过其他影片来仔细分享。首先，单点透视是当我们从前方来观看物件时，消失点呢会落在物件的后方，而横向以及垂直向的透视线为平行。因此，这是简化后的透视法，只有一个消失点，所以叫做单点透视。2点透视是由2个消失点所组成的，而第3个消失点则被省略。垂直的透视线则以平行的线来取代，所以这也是一个被简化的透视法，在建筑设计以及室内设计图中会比较常见。离我们真实世界的感官比较接近的呢是3点透视，也就是我们会解说的主要的透视法。但讲了好多名词，比如消失点、透视线、地平线，这些名词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？首先，透视法里面最重要的是地平线。地平线呢，就如同我们望着大海的远方，海面与天空之间的边界，也就是当所有物件遥远到变成一点定的大小时，而形成的一条线。透视里的地平线也是如此，所以才会被称为是消失点的落点。地平线呢，也是无限多个消失点所组成的。而消失点要在地平线上的哪里呢？基本上，如果消失点越相近，透视的扭曲就会越夸张，会有广角镜头的效果，比较适合诠释物件庞大的感觉。如果消失点距离彼此非常远，那就比较像望远镜头的效果，比较适合创造出特写的感觉。透视线就是从消失点所延伸出来的线，代表着在这个单次元上会经过的地方。3点透视的空间里面呢，任何一个点都需要3条透视线的交叉来定义，而透视线之间的实际角度呢，都是90度。透视法主要的概念是建构空间，空间建构代表着空间的定义。有了定义，我们才能够在空间里运用相同的方法来绘出你的想法。说到定义，刚才提到地平线是透视法最重要的元素。那地平线除了代表的远端，也代表着观看者的视觉高度，也就是你的眼睛的高度。这边举几个例子，如果你是一般成人，图里的人物跟你一样高，那地平线就会在眼睛的高度。如果你是一只小狗，
以狗的高度来看世界，那地平线呢就会在狗的眼睛的高度，而人就会比地平线还要高，那老鹰就会在地平线的上面。如果你是一只正在飞行的老鹰，那地平线就会在老鹰眼睛的高度，其他的物件呢就会在地平线以下。所以要开始绘画之前呢，要先决定你要以什么样子的角度来诠释这个情境。比如画滑鼠时，考量的是桌上的情境，地平线呢就会在坐着状态的眼睛的高度。画建筑物时，如果是街景，建筑物的总高会在地平线之上。以左边这个建筑物为例，我们假设摄影师与路人的高度相等，所以以路人的眼睛高度来判断地平线。经由透视线的确认呢，左边的建筑物的消失点会落在地平线上，右边的建筑物的透视线也会落在地平线上。因为这个街道呢不是直线，所以建筑物所面对的方向不同，因此会有不同的消失点的一个落点，但是消失点呢都还是会落在地平线上。另外，我们也可以故意压低视角来凸显跑车的运动特征。希望各位能够从这个介绍了解透视的意义及功能。之后我们会继续细项的介绍透视的应用，希望能够对各位在绘画上有些帮助。我们下次见。